工作群里，一个刚进来的实习生半夜发消息：亲们，我觉得老板最近的皮肤状态好像不太好，不如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工资里扣一些，合资给老板办个价值8888元的美容卡，怎么样？这样每个人出400，请尽快转给我，我给登记。众人翻着白眼，假装没看见。可是他却破了防，你们这群没心肝的，老板那么辛苦，每天都来上班，给老板办个美容卡怎么了？终于，我忍无可忍。既然你那么关心老板，那应该每个月送老板去打美容针，一个疗程总价值40万，我先 A 上4万，你呢？我这么一说，犹如打响了反封建的第一枪，群里的人也奋起对他。谁不知道他是拍马屁，这种人就是欠收拾。今天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好久，画着上扬的眼线，嘴唇勾起一定角度的弧度，来上班却踩着细长的高跟，走起路来动静不小。从这身装扮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一定不是什么默默无闻的角色。当他自我介绍完，跟着人事进去安排工作流程的时候，旁边桌的李梅梅撇过头和我悄悄地说了句：哎，新来的同事。我点了点头，李梅梅可是个八卦又好说的，继续道：你刚刚听见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叫什么名字了吗？韩胜男。我不明所以的回答，李梅梅作为八卦汇集站，不可能没有听清新同事的名字啊。胜男，可见能力不低呀。我心里默默琢磨着，可也没有想很长时间，毕竟我不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既然是新来的同事，以后一定要在一起相处，背后说人家坏话确实也不好。于是我随便应承了几句，就转过头继续工作了。不一会儿，工作群传来一则新消息，艾特所有人，韩胜男加入了群聊。我礼貌性的回了一个打招呼的表情包，新来的同事也一点都不怯场，随即就在群里发了一则很长的正式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韩胜男，是咱们公司新转来的员工，平时性格大大咧咧的，希望大家不要孤立我，也不要因为我性格大大咧咧的说错什么你们不爱听的话就背后嘀咕我，谢谢大家配合。我皱了皱眉头，这几句话说的我实在感觉不舒服，好像一下子就给大家树立了一种敌意似的，但我也没有放心上，以为是自己多虑了。其他同事也照例发了一系列的表情包以示回复。一阵喧闹过后，群里恢复了安静，大家都开始工作了。但是不一会，他却在群里发了一张自己的自拍照。对了，我还没有男朋友，如果群里哪个男同事看上我了，记得一定要加我微信私聊哦，我单身可聊，嘻嘻。我点开看那张自拍照，穿着布料极少的衣物，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他胸前的风光。他或许是生怕我们漏掉了看不见这条消息，甚至拍了拍我们每一个人。我皱了皱眉头，本想说些什么，却没想到人事部周连仓直接艾特了他，这是工作群，不要发这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韩胜男，望周知。我本来以为他会灰溜溜撤回自己的照片的，可没想到他竟然在工作群里和人事部的周连仓撒起娇来。周哥哥，你有女朋友吗？你瞧瞧我行不行？如果这张你不满意的话，我还有更好看的，加我微信，我给你私发。周连仓直接发了语音，语气十分不耐烦。韩胜男，我奉劝你在3秒钟之内把这张照片撤回去，以及你的那些不恰当的言论，否则我有权上报到公司总部，到时候等着你的就是处分了。这一长串语音听完，韩胜男才收敛了些，语气放缓，甚至还带了些哭腔。不好意思啊，就是刚来给大家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既然打扰到大家了，那我这个撤回。由于他道歉的够快，周连仓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发了个 OK 的手势。我意味深长地点开他的朋友圈，果然不出我的意料，都是类似于发到群里的那种不明所以的勾引照片。我翻阅着他的朋友圈，陌生人10条可见，心里暗暗揣摩，这女人莫我是来我们公司钓凯子的。本来他入职第1天，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行径，可我没想到他时隔不足1天又开始作妖，而我坐在办公室，正好亲眼目睹了他的兴风作浪。我们办公室主管年轻有为，30多岁就已年入百万，长得也温文尔雅。于是我今天到办公室的时候，看到韩胜男的手不停地摩挲着我们主管的背，一边摸着一边还发出咯咯的笑声。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主管。我新买了一条睡裙，主管要不帮我看看好不好看？不聊，我爱人在家等着我呢。主管是出了名的好男人，自然义正言辞的拒绝。看到韩胜男这么一副荡妇行径，眉头都拧成一股麻绳了。对于韩胜男的动手动脚，更是避之不及。可没想到，主管拒绝了他以后，他立马变了一副嘴脸。你老婆，你口口声声你老婆不就是个黄脸婆吗？你老婆能有我一半年轻漂亮吗？哪个男人不在外头尝尝鲜？莫非是你不行？他就那样不顾旁人的随便嚷嚷着。我随便抬头看了一眼四周，几乎办公室的窗户上围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主管让他这样一说，脸色变得煞白，气得恨不得扬起手来打他，可是又遵从自己的绅士风度和素养，终究没有落下来。我听清楚了韩胜男说的那系列话之后，差点的下巴没掉下来。竟然有人可以堂而皇之的把当小三说的这么的冠冕堂皇，还要贬低人家正牌妻子是黄脸婆。我正在那看着热闹，李梅梅拍了拍我的肩膀，怎么啦？发生什么了？是不是有瓜？快给我讲讲。李梅梅是整个公司最八卦的人，让她知道了，明天可不得传得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桩见不得人的事儿。于是我一边搪塞着李梅梅，一边推着她走进了茶水间，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当我再回来的时候，主管已经不在了，转而和韩胜男在里面理论的人变成了经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发生了什么，反正我过去的时候，韩胜男嘟着个嘴，好像很委屈的样子。我刚来第1天就被你们这么针对，这要是传出去了，谁还敢来你们公司应聘啊？我真是在你们公司受了天大的委屈，这要是让我爸爸妈妈知道了，得有多心疼啊！我在我爸爸妈妈那里还是他们的宝贝呢，居然在这里挣你们一点点钱，要受这样的气，发到社会上评评理，让大家也看看你这个无良公司。我不由得觉得可笑，谁不是爸爸妈妈的宝贝？明明是自己无理取闹，还要说是我们公司给他气受。
但我也不知道经理具体是怎么跟他交涉的，反正他终于停止了哭闹，挎着他的包包，踩着咯噔咯噔的小高跟下班了。我叹了口气，这场戏算是落下帷幕。可要是这个祖宗在，以后天天都安生不了。被我一语成谶，果然还没安静2天呢，韩胜男就又开始作妖了。半夜12点，本来安静的工作群又叮当叮当的响了起来。我们公司的员工一般不将工作群设为免打扰，因为害怕有什么要紧的安排，没有及时看见误了事情。我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点开工作群一看，全都是韩胜男拍的擦边视频。然而人是艾特他的时候，他却又开始道歉，发错了，不好意思，本来是要发给我男朋友的，嘻嘻，我男朋友求着我要看呢，嘻嘻。我都无语到姥姥家了，翻了个白眼继续睡。但他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大家也逐渐从无语厌恶转为习以为常了，就当他是没吃药犯病了。可我本以为他只是在我们同事的小群里这样发疯，可没想到有一天老板发来一则文件，他直接艾特老板。这个文件是要美丽温柔漂亮的我做吗？老板你说，公主请做文件。老板默默单扣出一个问号，自然不会理他这种离谱的行径。可此后每一次老板在大群里下达任务，他都会在后边跟一句，老板你快说公主请干活。老板公主的工资怎么还没到账？老板公主我呀不会做这个方案怎么办？老板一般是能不理就不理，韩胜男也觉得自讨没趣，随便说几句也就闭嘴了。韩胜男喜欢悄悄去老板办公室告我们状这件事，还是被俗称大喇叭的李梅梅告诉我的。那天午休的时候，李梅梅端了一杯咖啡，神秘兮兮地打开手机二维码，让我扫码进群。我不明所以，咱们不是已经有工作群了吗？李梅梅用肘关节戳了戳我。不一样，这个群里没有那个讨厌的韩胜男。原来也不只是我看韩胜男不满了，大家都对他的行径产生了抱怨。毕竟韩胜男自从来了公司，每天摸鱼打混也就罢了，交给他的工作也完成了不认真，上面的人追究下责任，他就各种推脱，说是我们这群老员工孤立他，故意不想让他做好方案，给他使各种绊子。所以现在公司里的人几乎都讨厌他，可是他却还像意识不到似的，整天踩着小高跟在人们午休的时候咯哒咯哒的走来走去。但是这种私下拉小群的行为，我却是不认可的。如果私下拉了小群，那不就是坐实了我们孤立他的罪名吗？于是我轻轻地皱了皱眉，梅，我们非得另外拉一个群吗？万一让人家知道了，这更要说咱们不待见他，集体排挤新人了。李梅梅义愤填膺，她做出的事大家没有当众骂她，都已经很给她面子了，私底下拉个群怎么了？你赶紧进，不要在这里装好人哦。于是我掏出了手机扫码加了群聊。刚进去的时候，这个群就十分热闹。新来的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她怕不是脑子被驴踢了，一天天的不好好工作，好像来掉凯子的。嗨，你说她呀，我就当她是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我真不知道老板和人事是怎么把她招进来的，她是关系户吧？这会儿当打工人都得找关系了。群里你一言我一语，都是对于韩胜男的抱怨和吐槽。拉了小群以后，大家有什么就爽快的在群里吐槽，表面上对他也是不冷不热，维持一个基本的同事关系。而且自从拉了小群以后，我们原来的那个同事群就已经渐渐变得冷清了。韩胜男在里面的发言就更显得醒目。半夜3点，韩胜男往群里疯狂的丢了10多个链接，生生的把睡眠前的我吵醒。亲们，我觉得老板最近的皮肤状态好像不太好，不如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工资里扣一些，合资给老板办个价值8888元的美容卡，怎么样？这样每个人出400，请尽快转给我，我得登记。我看着他发的消息，内心1万句脏话已经喷薄而出。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活不长了留遗言呢，着急的半夜3点不睡觉往群里发消息。我扣过手机继续睡觉，没有理这个女疯子。当然，公司里的其他人也都很默契的没有理他。他估计是找不到存在感，继续在群里发了好几个链接。既然你们不说话，那我就定这一个喽。然后发来了他个人的微信收款码。我劝大家不要假装看不见消息，这个卡是给老板办的，没有老板哪有你们的今天？没有老板，你们也发不出工资啊。你们这群没心肝的，老板那么辛苦，每天都来上班，给老板办个美容卡怎么了？众人依旧已读不回，选择冷处理。小群里早已吵翻了天，他真不是有病吧？精神病院居然让他出院了，恨我不在他跟前，要不然我非得扇他2巴掌，说不定能扇出脑子里的水。真的是1个月挣上3000块钱窝囊费，还要共情资本家，666。他这么善良，怎么不去庙里烧高香呢？不然他直接给公司白干好了，倒贴上班还替老板省钱呢，不比什么8888的美容卡划算。众人的嘴如同啐了毒一般的狠，我从来没有见识过和我一起共事这么多年的内向同事能说出这么多话来，可见真的是气急了。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冷处理下去了，不然今天晚上肯定不得安生。于是我主动在群里艾特了韩胜男，你的提议我看见了，说的也有点道理，我们确实是应该为老板做点贡献，但我觉得光办一个美容卡可不够，既然你那么关心老板，那应该每个月送老板去打美容针，一个疗程总价值40万，我先 A 上4万，你对老板如此诚恳，怎么也得 A 上10万吧。我说完这一系列话以后，韩胜男那边犹如断网了一般，久久未见回复。公司里的其他人终于找到了出气的宣泄口，一句又一句的在我后面应承着。说得对，老板年近50还没有孩子，韩胜男妹妹年轻貌美，是不是应该帮老板解除这个忧虑呢？老板的80岁老娘还缺人照顾，韩胜男妹妹是否愿意效劳？老板，前几年体检肾功能异常，正好韩胜男妹妹有2个肾，捐一个出来，老板一定觉得你对公司还有对他都是极大的忠诚。我还是觉得40万都有点少，老板都那么辛苦了，怎么都应该捐上100万。那我请问了，韩胜男妹妹，你作为这个带头的表率，理应捐上多少呢？众人把这几天所有积累的怨气都发泄出来，在群里狂轰乱炸。
吓得韩胜男一句话都不敢再说了，灰溜溜的把那个收款的二维码撤了回去。自从我们合力反击之后，韩胜男再没做过妖。早知道我就应该提前对他来着，忍了那么长时间，真的吃了哑巴亏。可自从我那次带头对了他之后，也不知是我想多了还是怎么的，坐在工位上的时候，他总是时不时的用他的眼睛瞟我，而当我准备看清他究竟有没有偷看我的时候，他却默默地低下了头，然后飞快地在手机上打字。这个举动明显到连坐在我旁边的李梅梅都发现了，她用笔戳了戳我的胳膊。哎，最近那女的又抽了什么风？怎么我感觉她总在看你？我摇了摇头，可能我长得漂亮吧，她嫉妒了。李梅梅见我也不放在心上，笑着和我打闹一会儿就去工作了。可我没想到她那龌龊的心思竟然连几天都藏不了，因为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就被老板叫去了办公室约谈。听说你在办公室不仅带头孤立新同事，还明里暗里的嘲讽我长得老没孩子还肾不好。听到老板这么说，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原来这是暗地里告了我一笔状啊！我恨得咬牙切齿，果然古人那句话说得好，宁惹君子不惹小人，保不定背后捅你一刀。接着又暗暗懊悔，早知道就不成口舌之快了，枪打出头鸟，在职场上这个道理显得尤为的重要。但是我还是强装镇定，压下情绪，一字一句有条不紊地解释，既然老板选择了约谈我，而没有直接辞退，那就是还顾念着我给公司干了这么多年活的情面，那就是还有回旋的余地。我语气不卑不亢，中气十足。韩胜男是不是说了些什么？老板的笑意不明，你不用管，你做你的解释就行。而我刚想把韩胜男这几天做的事情一一道出，可是老板放着根本不关心这些事的，漫不经心的听着。等我说完了以后，叹了口气，无奈道：韩胜男最近的行径我也是有所耳闻的，但奈何公司实在缺人手，何况聘用不足1个月，无故辞退在劳动法上也是说不下去的。我想着你也是公司的老人了，能力向来也出众，本来今年我有心提拔你为主管，那你就带着韩胜男，也算是培养一下你的能力。听到老板说这么一席话，我语气冷漠。韩胜男是什么样的，大家心里都比我清楚，这样的硬茬留给我带，也是一项挑战呢。是，但公司怎么做，不是为了培养你的能力吗？我保证你带着韩胜男3个月，我就给你升部门主管的职位，你不是和我说过很多次了吗？确实，我为了升这个部门主管做过很多努力，如果现在为了一时义气失去这么一次机会，我也有些不忍心。韩胜男再怎么是刺头，也总有治他的办法，我就把他当做我攻克的难关。再三思虑之后，我勉强的点了点头，答应下来。从老板办公室出来以后，我就把结果告诉了李梅梅，她也十分为我抱不平，声音丝毫未减，根本不怕办公室其他人听到。什么？这不是存心为难你吗？我一边整理着资料，一边语气淡淡道：没办法呀，我总不能因为一个不值当的韩胜男丢了我一直追求的主管职位吧。既然老板发话让我代叫韩胜男，我就将我负责的项目文件都发给了他。从此以后，我们犹如被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没想到，等到项目汇报的时候，又出了差错。本来拷贝到 U 盘里的 PPT 竟然临时不翼而飞，可是这份文件只有我和韩胜男接手过。眼看马上就要轮到我汇报了，我咬了咬牙，硬着头皮上了台。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却看到坐在台下的韩胜男对着我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如果说原来只是猜测，那现在我顿时就确定了答案。各位领导好，现在由我来汇报方案策划书。我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的领导以及同事都齐刷刷的把眼睛投向我背后的屏幕上，可是却没有出来一张有价值的图片。你的方案策划书没有写吗？老板坐在最中央率先问话，而我作为元老级员工，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用脚趾头想一想，也知道造成今天这种局面到底是谁的手笔。可是这种临危救场能力，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早就混熟了。于是我继续换上得体而又从容的笑容。策划书不是没有写，而是不需要，因为我有自信，不用策划书也可以将我的方案叙述得很好。我看见坐在台下的韩胜男恨得咬牙切齿，两只手攥得紧紧的，手指甲都嵌在了掌心里。最后方案汇报十分成功，董事会成员以及同事都纷纷为我鼓掌。我长吁一口气，总算是有惊无险。可会议还没散场，空气里突然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我举报，他这整个策划案都是抄袭别人的创意。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声音发出的源头望去，齐刷刷地落在了韩胜男身上。而下一秒，韩胜男气势汹汹地扑在了我的身旁，揪起了我的手腕。你汇报的时候有提过我一嘴吗？可是这个策划案明明是我们两个一起负责的，你就自己揽功劳，大家评评理，公司怎么会养出你这样的人？他一边说着，一边纠缠着我。我的手腕都已经被他拽得生疼，可我也没有因为他这样歇斯底里而破防，而是用另一只手控制住他，然后一字一句地解释给他，也是在给现场的所有人听。我熬夜写方案的时候，你和你的姐妹在逛街；我一遍又一遍修改提议的时候，你在家里睡觉；我和客户交涉的时候，你说自己社恐去不了；怎么揽功劳的时候你就在了呢？我又不是什么软柿子，怎么会任人宰割？如果我说我有你抄袭的证据呢，你还会像现在这样据理力争吗？韩胜男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掏出一个 U 盘，插进了电脑。青姐，我很欣赏你的自信，可是盲目自信可就不好喽。PPT 循环播放，他做了调色盘，我刚刚汇报策划案的内容，竟然和1个月前已经发在外网上的策划案一模一样，甚至连数据都有极高的相似度。我仔细盯了盯那个发布的时间，确实在我之前，但那又怎么可能呢？我清楚明白的知道，这个策划案明明是我熬了几个通宵，做了好几次背调才写出来的。如果只是小部分撞款也就罢了，这几乎是一模样。我在这样严肃的场景里，怎么辩白自己都显得那么的无力。何况我虽然不知道韩胜男这份伪证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为何我的策划案会在提前1个月上传到外网，可我知道从他进入到我的策划组，随即我就丢了 U 盘，这一系列事一定和他脱不了关系。
会议室的人都是我们公司的股东老板，此刻已经开始交头接耳。既然是版权有争议的策划案，那我们自然是不可用的。但是目前来说，你们有备选方案吗？如果说刚实习那几年我会小心谨慎的备选好几套，可我这次确实是掉以轻心，根本没准备什么备选。我摇了摇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韩胜男路过我的时候用气声耻笑我这有一套备选方案，而且我虽然是新人，各位股东们大可以看一看，不会比青姐的差吧？我竟不知道韩胜男什么时候会做方案了，可我也不得不承认，他写的这套方案确实比我的全面，李梅梅安慰我似的用笔戳了戳我的腿。我扯出苦笑，这下升主管是真的没戏了。不过韩胜男真的是被小瞧了，我以为他只会在公司里给别人添堵呢。韩胜男顺利汇报完毕，老板都赏识的带头鼓起了掌。不错不错，那就由小韩全权负责这个项目。所有人开始鼓掌，我怅然神伤的盯着韩胜男的策划案看了好久，直到我鬼使神差的点开了网络搜索，然后输入关键词，突然给我跳出一个付费链接。我仔细的看了看那策划案的前几页，那分明，我一下子站起来惊呼，我没有抄袭，我有证据。老板都还没反应过来，韩胜男便扯着嗓子走过来指摘我，你不要因为错过了一次机会就污蔑别人吧，你是能做出抄袭这种卑鄙龌龊事情的人，不要想着别人也能做出来。他正说的得意，我却已经手脚麻利的将那份搜出来的策划案邮箱抄送给公司所有人，近乎儿童能力的 PS 技术。大家看出来了吧？几天前韩胜男偷了我的策划案，然后用 PS 制造了这么一场陷害我的阴谋。可是他忘记了，网不是他一个人会上。这时有人后知后觉的惊呼，哦，所以那是 P 上去的，他把2份策划案调包了是吗？我打了个响指 bingo。 我就说我们公司都是聪明人，口碑一瞬间逆转，连老板都已经黑脸。我本来不想管你们这些弯弯绕绕的，可如今已经形成了恶性竞争，你知道要损害我们公司多少利益吗？我这一有力自证说的韩胜男脸色爆红，但嘴上依然不饶人。可我们终究是一组的，你的荣耀成功不应该分我一半吗？何况我是实习生，做不出好的方案有什么错误？那不叫抄袭，叫参考。你们小学写作文不参考吗？他说这话的时候大概也觉得底气不足，声音较之前低了好多分贝。而我面对他的无理取闹，只是冷冷地盯着他。我们是一个策划组的，但你也没什么团队意识，又凭什么邀功呢？还有就是麻烦你把藏起来的我的方案策划文件还给我，我不希望我的心血落到你这种人手上。韩胜男彻底破防，自己策划案丢了，凭什么说是我拿的？你有证据吗？现在是法治社会，你空口见偷是污蔑我，可是有权利告你的，不能因为我是公司新来的你就处处针对我吧。作为公司新人，想要个出头的机会怎么这么难？大家快来评评理，这就是所谓的职场暴力。他越说情绪越激动，最后竟然拿起了手机对着我的脸拍开了视频。那不如就让网友评评理吧，不然我作为新来的让你们欺负成这样还有没有王法了？我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的，可是面对他现在这样的处理方式，我简直忍无可忍，蹭的一下站了起来，一把夺过了他正在拍摄的手机。引导舆论是吧？那你敢不敢把自己做的那些破事发到网上，让网友评评理呢？上班第一天就在工作群里发自己的擦边视频，你是寂寞还是骚啊？一天天把自己当公主，这个也不干，那个也不干，归根结底你就是寄生虫，就是懒，公司还留着你那是老板的大气，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呢？我和韩胜男吵得激烈，连带着原来对韩胜男有点怨言的同事也颤颤巍巍地站了出来指控他，就是每天说自己不差钱，有好多追求者一个也没看见也就罢了，天天连吃饭都蹭了我的食堂卡，还动不动就指派我去给他拿快递拿外卖，我是来公司工作的，也不是为他工作呢，他以为他是老板啊。说话的这个小姑娘平时唯唯诺诺的，可能是实在气急了，最后控诉的声音越来越大。听到这么多人对她有所不满，韩胜男的脸顿时黑了。要不是公共场合加法治社会，我猜韩胜男都已经被围殴了吧。还有人事部周连仓也出来控诉他，每天晚上给我发那样的视频干什么？知不知道那在法律上称之为性骚扰？你以为只有男的骚扰女的才叫性骚扰吗？韩胜男被这么多人轮番控诉，一改平时的嚣张气焰，缩着脖子一声不吭。看不出来呀，还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茬。我本来以为日子终于能平静地过下去，可没想到第二天韩胜男又开始作妖，竟然代表我们全体员工的名义向老板提出来辞职申请，还振振有词，公司养这么多没用的人是浪费资源，我觉得应该节约成本。办公室的人听说这件事情以后，都抄着家伙时去找韩胜男算账。如果说以前的事算是小打小闹，那这次就真的是触动了公司员工的根本利益。老板的办公室此刻站满了人，坐在椅子上的领导一脸无奈的扶额，而韩胜男竟然为了此事还做了一本长达64页的策划书，怎么平时看他工作没这么积极呢？人基本上都来齐了，韩胜男扯着他那尖利的嗓子大声道，公司本来就不用养这么多人，我也是为了老板节约成本。李梅梅每天穿的花枝招展的，谁知道现实是不是在工作上？他越说越来劲儿，最后竟然拍起了桌子。我觉得就应该把他们这群没用的员工辞退，然后给我涨工资，我一个人顶他们3个人的活。韩胜男给自己说嗨了，最后竟然痴迷的掰起了手指头，嘴里念念有词，1万2万3万，哈哈哈，和我作对是吧？我要让你们都失业。我们被他这一操作惊呆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是该无语还是该生气。老板也不是傻的，对着他翻了大大的白眼。如果是节约成本的话，我觉得你才是那个公司里最大的废物，竟然还提出这么不着调的建议，浪费大家的上班时间，影响我多少创收啊！卖了你都赔不起，快给我滚回去！看见老板这种态度，韩胜男拿出泼妇的气势，我这个建议简直是空无潜力，你们这一群有眼不识泰山的，怪不得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司赚不到什么大钱。人是真的忍不住了，有些恼怒的冲着他吼，
快闭上你那张臭嘴巴！怪不得我说最近公司的卫生间怎么那么干净，屎都装你脑子里了吧？我们一开始对待韩胜男的态度也只是文明的互怼，可恶人终须恶人磨，正儿八经骂他怂的句话都不敢说。根据这么一闹，之前韩胜男在公司里做的那些奇葩事已经众所周知，老板也终于忍不住发话，语气严肃，大概意思就是韩胜男要是再这样无理取闹，影响别人工作进度的话，将会被送到精神病院。看着公司的人同仇敌忾，韩胜男讪讪地说道：那我大人有大量，不计较你们了，不过你们以后也不能孤立我，出去买午饭的时候必须给我买一份，做方案的时候也要照顾我是新来的。人事周连仓的拳头已经慢慢握紧，韩胜男看见了，往同事的身后缩了缩，以后不会自己打饭就饿死吧，还省下好多粮食呢。周连仓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是从他紧咬的牙关里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可见他有多么的无语且生气。这个场面终归还得老板主持大局，于是他清了清嗓子：韩胜男主持今天这场闹剧，罚半年绩效，就这么散了吧。韩胜男张了张嘴，还想说些什么，但终究没有发声，因为老板回头的一个眼神，估计他再没有眼力见也明白了老板的意思，再多说一句话就滚蛋。事情还算完美的解决了，大家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位开始工作。那件事以后，还没等老板主动说辞退，韩胜男就递交了辞职信。后来我听八卦之王李梅梅说，是老板暗中给他压力，让他自己主动提交辞呈，不要闹得双方都难堪。听到这个结果，我摊了摊手，就韩胜男这个性格，到哪个公司都是这样一个结局，除非他改。不过你猜他改吗？李梅梅笑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死性不改。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后来过了很长时间，这件事情就无人提及了，我也顺利升了主管，日子有条不紊的过着。可昨天一起吃饭的时候，李梅梅突然提起，你知道吗？以前咱们公司的那个韩胜男又找了个工作，但还是那副死样子，结果被人看不惯，在云平路给揍了。听说现在还住在医院下不了床呢。但具体是谁动的手呢？我们都不知道，毕竟他冤家那么多。果然自作孽不可活。但这件事情说过也就说过了，没有人会再主动提起韩胜男这个名字，也没有人再去关心他的近况。全文完。